每一个见过卡扎菲照片的人都会惊叹于他那惊世骇俗的衣品。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卡扎菲的衣着自始至终都透露着一股韧性。他有时以卡大佐的身份身披戎装，有时又以利比亚人的身份穿着棕黄色长袍，还有的时候他又喜欢用一身金色穿搭彰显他利比亚帝王的无上地位。而卡扎菲的韧性不仅体现在衣品上，在外交方面，他的韧性几乎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作为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在4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把联合国五常硬生生地得罪了一整遍。然而，这样一个疯子，居然胡闹到阿拉伯之春的时代，才被滔天洪水淹死。今天的故事还要从卡扎菲执政之初讲起。在上一期的内容中我就说过利比亚即使在小国如云的阿拉伯世界里，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而卡扎菲能在日后整出来这么多狠活，可以说他败也小国，成也小国。小国正因为太小，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家族控制整个国家的情况。卡扎菲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为了把利比亚变成自己的家天下，他做了2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充值腰包，摘英美石油公司的桃子。政变成功之后，卡扎菲在第一时间驱逐了英美等国在利比亚的军队，并没收了英美石油公司在利的全部资产。在控制了利比亚的经济命脉之后，大权在握的卡扎菲做出了第2个选择，多生孩子。政变次年，卡扎菲的长子穆罕默德出生，这个含着金汤匙的孩子刚一成年，就从老爹手里接过了利比亚的电信与邮政产业。但卡扎菲显然不是一个偏心的老爹。在长子出生后，卡扎菲前后后又生了6个儿子，这些儿子同长子类似，都是刚一成年就收获了来自父亲的巨额财产。在卡扎菲的操作下，他牢牢地控制着利比亚政府，而他的7个儿子则拥有利比亚的能源、电信、体育、旅游等产业的绝对控制权。据统计，在卡扎菲的巅峰时期，这个家族的总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然而，财富并不能衡量卡扎菲的真实地位。作为利比亚事实上的皇帝，卡扎菲家族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将控制一个国家的这件事儿做到了极致。而在国内的为所欲为，也让卡扎菲自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利比亚配不上自己，自己应该前往更大的舞台。这种想法最终支持着他走上了一条作死的道路。实际上，卡扎菲之所以能在利比亚国内为所欲为，一半原因是利比亚以部落为主的社会形态对于政治家族的接受度极高。另一半原因，则是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让英美无暇顾及一个毫无军事价值的利比亚。不过，卡扎菲并不想这么多。在他看来，你英美不打我，那就是因为怕我。既然你怕我，那我就不会顾忌在你的地盘搞你。第一个被卡扎菲盯上的国家是英国。在卡扎菲上台之后，大量前王国政府官员出走西方，而他们的集合点就是自古以来流亡政府的必经之地——英国伦敦。在卡扎菲看来，这些逃走的利比亚官员不是政敌就是叛徒。他先命令利比亚司法系统缺席审判这些人死刑，然后派出特工入侵英国，对这些人进行暗杀。虽然死的是利比亚人，但自家地盘上出了这档子事儿，英国人自然会以维稳为理由对卡扎菲进行问责。然而卡扎菲听不进反对意见，他命令潜伏在英国的特工除了暗杀之外，还要袭击那些批评讽刺他的英国媒体。然而，这种恐怖主义作风不仅没有吓倒英国人，还让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走上街头，抨击这位利比亚暴君在自家领土上为非作歹。当看到一大群英国人在利比亚驻英使馆前抗议时，卡扎菲一点不怵，他命令使馆工作人员直接开枪驱散起来示威的英国人，还当场打死了一名负责维持秩序的英国警察。这件事情发生时，时任英国首相是有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为了一个警察同利比亚看战，撒切尔夫人怎么算都觉得这仗划不来。最终，他下令英国同利比亚断交，驱逐一切卡扎菲政府的外交官，这事儿才算告一段落。消息传回利比亚，卡扎菲反而挺高兴，他的逻辑依然是：你不打我，那就是怕我。如今英国服了软，那利比亚的下一个敌人就是比英国还强的美国。实际上，在英国同利比亚断交之前，卡扎菲就已经狠狠地得罪过美国了。在政变之后，利比亚先是收回了美国空军基地，又没收了美国石油资本在利比亚的资产。当时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出兵肃清卡扎菲，一方面是受困于石油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忌惮利比亚背后的苏联。1986年，卡扎菲指使利比亚特工策划了一次对驻欧美军的袭击。
他们通过引爆了一家 disco 舞厅，造成了近300名美军伤亡。美国早在忍耐卡扎菲了，而这次爆炸案直接让美国总统里根决定无视联合国意见，对利比亚展开报复。1986年4月，里根政府批准了名为“黄金峡谷”的空袭行动，美国海军出动2支航母编队及150架飞机，对利比亚展开了时长仅18分钟的空袭。作为一个小国，利比亚自然无力抵抗美国的袭击。在这短短18分钟之内，5座利比亚雷达站与14架未来得及撤离的利比亚军机被摧毁，卡扎菲本人1岁半的养女也被美国人炸死。然而，在袭击结束以后，事态的发展却令美国人感到意外。在阿拉伯国家与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光速通过了对美国军事行动的谴责。他们认为，并没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德国境内的恐怖袭击是卡扎菲所为。而且，即使卡扎菲出手在先，美国也无权不经交涉就空袭一个主权国家。赢了战争，但却输了名声的美国人，最终悻悻地回了家，再也不想踏入北非这片泥潭。就这样，把英美得罪了一遍的卡扎菲不仅没有下台，反而因为强硬对抗西方，收获了更加强大的民意支持。不过，卡扎菲没能得意太久，就在美国空袭利比亚5年之后，卡扎菲的后台苏联轰然倒塌。虽然俄罗斯在一开始表示依然会保持同卡扎菲政府的密切关系，但是同期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击穿了卡扎菲的心理防线。1991年初，美国纠结多国部队发动了海湾战争，通过短短2周的陆战就摧毁了号称无敌于中东的伊拉克军队。作为北非地头蛇，卡扎菲很清楚自己没比萨达姆干净到哪里去，更清楚自己的军队甚至远不如伊拉克军队。利比亚和美国往日有冤，近日有仇。如果哪一天美国也在利比亚展开沙漠风暴行动，那自己当皇上的日子肯定就到头了。海湾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卡扎菲寝食难安，最终他心一横，决定拉下老脸去讨好西方。而他讨好西方的手段则令人啼笑皆非。在卡扎菲看来，西方最大的敌人是苏联，如今苏联解体了，那么俄罗斯就是西方的新敌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不安宁，自1992年开始，以穆斯林为主的车臣地区就出现了强大的独立倾向。为了避免国家分裂，俄罗斯政府前前后后进行了10多年的车臣战争。而在车臣战争中，卡扎菲居然公然支持同俄罗斯政府作对的车臣武装分子。俄国是卡扎菲的唯一后台，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俄国人。这种连政治小白都知道的道理，卡扎菲居然还搞不清楚，这让英美两国同时感到啼笑皆非。为了鼓励卡扎菲继续犯傻，英国人在第2次车臣战争爆发后就同利比亚恢复了外交关系，而美国也紧随其后，于2006年重新与利比亚展开外交接触。卡扎菲见到此情此景，觉得西方世界终于开始接纳自己，利比亚想要有一个新后台，于是他更加卖力地讨好西方。他开始部分归还英美石油公司在利比亚资产，同时将来自俄国的军备订单转移到美国头上。然而睚眦必报的英美两国自始至终都没想过原谅卡扎菲。卡扎菲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将他自己继续推向地狱。英美两国之所以没有动卡扎菲，核心理由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国家根本不值得英美大动干戈。然而对于另外一个西方国家，问题就不一样了。法国在非洲拥有大量利益，对非洲西部的控制更是法国霸权得以维系的最后希望。卡扎菲其实并没有直接攻击过法国，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只不过是英美的小跟班，不值得利比亚出手。但卡扎菲做的事情却无一例外的都是在给法国上眼药。在英美资本撤离后，卡扎菲又诱骗法国资本进入利比亚开发石油，而在事成之后，只许诺给法国人不到2成分红，狠狠地割了法国人的韭菜。而在法国人为利比亚带来更多石油收益之后，卡扎菲居然把这些收益全部转换为黄金储备，然后酝酿以此为基础发行统一的非洲货币。而这设想就是在给法兰西金融帝国的基石，非洲法郎掘墓。在日后北约对利比亚局势的干涉当中，法国正是北约联军中最积极的那一个。卡扎菲的无心之过，实际上就是在给自己的墓碑刻字。而这位疯狂的独裁者，其实也并没有放过5常中的最后一位，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卡扎菲如何把同自己无冤无仇的中国彻底得罪？关注历史未见，我们下期再见。